怎么可能呢？美国最保护儿童了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母亲？那是我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开始每天不着家，他竟然还动手打我。我想好了，哪怕1分钱都得不到，我也要跟他离婚。我要带着孩子离开他。他父母找到我，跟我说，离婚可以，但你别想带走孩子，你永远都见不到孩子。从那以后，我真的就没有再见过我儿子。我们那个州规定，夫妻双方只要分居180天，就可以申请离婚。所以我回来了。但是，我真的放不下我儿子。刚才律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我要到儿子的可能性很小，因为他们要举证我目的性的虚假婚姻。是啊，如果我们能回到我刚回国的时候，那该多好啊！其实你今天来，我明白你要跟我说什么。从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天早晚会来。只不过我一直盼着，这一天晚一点，晚一点再来。不过我支持你的选择，你有家庭，有孩子，有你要尽的责任。我能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吗？你说，明天是我生日，你能陪我吗？
其实一直都特别想跟你看北京的夜景。我明天订了一个能看到全北京最美夜景的地方，我会在那儿等你，一直等你。爸，老头儿看电视呢？忘开了吧？忘了。又跟我妈吵架了。哎呀，你妈现在那么红，谁敢跟她吵架啊？你俩吃饭没？没人做，吃什么呀？秦阿姨的外甥女是不是找你了？找过我了。我跟她说了，她要是想离婚又想要孩子，就趁早呗。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你妈我现在天天在劝人家和别离，啊，你倒好，见人家有点毛病就让人家离婚。哎，你知道秦阿姨怎么说你吗？怎么说我呀？说你们现在这些离婚律师啊，挣钱挣得眼红了啊，那个看见人家就让人家离婚。你亏好不是卖骨灰盒的，你说你要是卖骨灰盒的呢，你天天盼着人家死啊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是啊，我觉得我闺女做的没错。婚姻不合适就不必勉强，是吧？老这么撑着撑着，到老了以后谁后悔啊？自己后悔。爸，你又出门啊？我出去找点食儿去。我饿了。潘小刚送了好多的大闸蟹，咱这买了走了一个都不剩，不带他吃。过来，那这个10个肉筋哎，好的。 ，10个腰子，哎，好。有烤馒头片是吧？啊，对，有。来一个，哎，好。来一疙瘩汤，行了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你好，先生，咱先买烟单。先买单。对。多少钱？一共消费是38元。哎，叔叔，您在？哎，你能不能借我50块钱？我今儿出门忘带钱了。嗨，来，菜单给我。我点2个菜，咱们一块儿吃，我请您。别介，这多不合适。您这么客气干嘛？这个，哎，好的。我点了20个串了。好的。哦，好。这个要一个西芹炒百合。行了，够了。要一个炒丝瓜。哎，好的。叔叔，咱们一起喝点吧。您不喝酒啊？你给我拿瓶啤酒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一共消费是65元。好。回头我还你啊。嘿，叔叔您也太客气了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吃饭？我孤家拐着一个，这个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一顿，想不起来就不吃了。这不行，你这胃不行，你这样。您怎么也一个人出来吃饭？我换口味。哇，汤吧，闻着真香啊！要不要我来？该给我爸打电话了吧？啊，我不打。既然您不想打，那就不想让他吃呗。那我就不打了啊。哎，那可是你亲爹啊，要打你打。那可是您亲老公。是，我就给他吃。呵，闻着味儿就回来了啊！我就不想给他吃。哎呀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，老头儿。罗律师，我这实在是没地儿吃。这就秦阿姨的外甥女冯可可，就是我妈。哎呀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就是那个李阿姨吧？对，就是电视台调解过。你坐下来，睡觉了。哎呀，宝贝。哎，宝宝，不错啊。呀，罗律师，快把尿不湿给我拿来。哎呦，怎么就尿了呢？你这是。乖。
事，我来，没事。阿姨，你真好。哎呀，你赶紧管管我那老公吧，要不然我真得离婚了。不是你们怎么了？过不下去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自己抱着孩子，我自己过。这不幸的婚姻越早结束越好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你也没有工作啊？他不是说了吗？这孩子判给我啊，他就得付我抚养费吗？那是给孩子付抚养费，那你怎么办啊？咱这也不是美国，美国人离婚是要给老婆付赡养费的。陆律师，你得给我想办法，要不然你给我找个工作。我是个律师，您找我办离婚可以，您让我给你找工作，我是无能为力的。那怎么办呀？那你说别人离婚都怎么离的呀？反正我是过不下去了。李阿姨，你说，难道我就这么一直忍下去吗？不哭，不是，为什么就过不下去了呢？李阿姨，他不爱我。那你爱他吗？还没吃饭吧？赶紧的，吃饭吧。好了，吃饭，洗啦，我们洗手，跟妈妈吃饭去。喝酒不好，伤人，伤肝，有时候还伤心。叔叔，这瓶啊，就这一点啊，完了把它喝完，我就送你回去。干嘛呀？那你要这样，还不如不喝呢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记住了，这个凡是能够给人带来高兴、让人愉快的事儿，像什么婚姻呐、感情啊、家庭啊，这个啊，还有这酒，是吧？这些事儿都会伤人。伤人怎么了？啊，伤人就不喝了。再来一瓶。再来一瓶。再来一瓶。啊，就是因为话少了，对你不热情了，就要离婚啊？不，那除了话痨，那谁都得离呀。不是，哎，这男人啊，不可能一辈子把你捧在手心里。啊，那咱打个比方，那你说你这一盆蟹，你说你捧着，你保持一个姿势，一动不动，你累不累啊？累。就是啊，所以说啊，夫妻你得相互捧捧，对不对？你捧捧他，完了他捧捧你，人敬人高，对吧？这才睡着啦。阿姨，醋不够了啊，丽丽去拿个醋。你看罗莉她爸爸啊，跟我啊，年轻的时候他爸爸在剧团里面特别忙，他一去演出啊，好几个月得半年，啊，你说那个时候吧，我们通讯又没那么方便啊，没，哎，丽丽你别在这儿吃，我真的跟他谈的特别好，你嘎巴嘎巴的特影响我。他不也是吗？那个时候的通讯啊，没这么好，没有说人家拿个手机，我们得写信，一封信啊，最起码得1个星期。哎，你说要那样的话，我跟他爸不是早离了吗？所以说，这个夫妻生活在一起，爱是基础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信念，信念是什么？信念就是我嫁给了你。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你了。阿姨，你别说了，我全都听懂了。今天呀，我真是没白来。可是，你说我都把孩子给带出来了，我离家出走，我不能臊眉大眼的就自己回去吧？没事，那个丽丽，拿几个盒子，把螃蟹装上，我们送送她。我要跟她老公好好谈谈。妈，咱家没盒子。不是，塑料袋也行啊，拿塑料袋。对。阿姨，你说啊，我都听进去了。这个螃蟹呢，就全都装上。我老公啊，可爱吃螃蟹了。然后再把这个醋给它装上。有没有姜啊？这螃蟹吃这么多，它肯定胃寒。
你看看，哎，哎，现在心里面有他了是吧？怕他吃螃蟹寒了是吧？是啊，对呀，心里面就得装着对方。来来来，赶紧把那塑料袋给我。哎，你赶紧的，哎，看看孩子，看看洗了没有？你不用给我爸留一只啊？不用了，这是她对她老公的一份心意，对不对啊？行，我去换件衣服。你成家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成过，有小孩吗？没有。没小孩你算什么成家呀？那一个家得有大人有孩子，知道吗？哎，而且这小孩你得早要。我跟你阿姨特别年轻时候就有萝莉了，啊，那时候我也就是20多岁吧，身强力壮。我跟你说，萝莉2岁那年，我练功的时候，我让她骑我脖子上，我拉着山马，哎，不扶着啊，我拉着山马，啪啪啪的踢腿，然后她就揪着我头发。就给他给乐的高兴着呢，从小就拿他当一男孩养活着。10岁那年呢，我们团要排戏演出，然后就缺一小孩，说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说，哎，让萝莉来吧，萝莉来吧，哎，给萝莉就扮上了，就上台了。一上台，从头到尾，这孩子又哭又闹，整个一出戏全让他给搅和了。你说这孩子脸皮薄，根本就当不了演员，演不了。后来就是16岁那年，也不知怎么着，就跟我们团一唱小生的好上了。我那天啊，一回家啊，我就觉着这屋里头不对劲儿。悄悄的把门唰一下打开了，我一看，这唱小生的拉着萝莉的手，他惦着亲萝莉。哎呦，我看这哪行？我过去薅着他脖领子，把拽院了去了，啪啪啪啪，我打他，我踹他，我这通打这脚，嘿，打谁呀？打小生啊，打得好，啊，出事没？没有，后来呢？后来也没有。打得好，来，叔叔，咱们就这瓶也没了，就剩这点了，咱们喝完，我把您送回去。我这刚说到16，后边的你不想听了。没交过男朋友？不可能吧？把我跟你阿姨给急的呀！你说她是不是因为那小生那事儿，她有什么心理障碍了？没有，你怎么知道？应该没有。哎，怎么样？妈妈今天又挽救了一对夫妻吧？你服不服啊？服你明显的不服嘛。服，老李，爱服的用。
电话。我不打，真是。我就说嘛，你不能喝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有酒胆儿啊，这我喜欢。来，有酒胆的人好交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年轻的时候啊，我李大妈漂亮，真漂亮啊，是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跟我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当时追她的人多，啊，乌嚷的追呀，最后怎么样？拿下，牛。你干嘛？回家。不回家。去你那儿。去我那儿？去你那儿，你那儿有酒没有？有酒没有？有红的。再来一点点。完了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去我那儿。去你那儿。哎，蓝脸的窦尔敦，刀与马。蓝脸的窦尔敦，他刀与马。蓝脸的窦尔敦。钥匙。快！蓝脸的窦尔敦，刀与马。喂，老公，你到哪儿了？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天儿不回家，你跑这儿干嘛呀？你带钥匙。你真够笨的，我发现你。哎，我不穿，你穿着吧。来，快点吧。不冷。这么冷的天儿。你也没带啊？不知道，我看一看。有钥匙。完了，怎么办？你刚才还说我笨，怎么办啊？我这个。这什么呀？选一个吧。就这个吧。这个。啊，就是它。这么神奇啊！爸，哎，老头造反，这么晚还没回来。妈，我爸没回来，没回来啊？啊，那他会上哪儿去啊？找小青阿姨去了吧？你滚吧你！小青阿姨又不在这个北京，那能去哪儿啊？哎，你爸爸血压不稳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下楼看看去。哎，别！那天好像有人在唱戏啊，听得像我爸的声音啊。我爸呢？哟，那16岁小生呢？不是你干嘛呀你？哎呀，你闺女有事啊？我爸呢？我老公呢？他们俩都在我床上。爸，李峰，人家找你。哎，不能再甩了！你再甩，你血压要高了。我的阿妈呢？家乡。哎呀，娘子！别打扰他，想死我了！打扰他，你家带人了，你给我穿鞋子。咱们回家，我带娘子。哎，我这叫
酒逢知己千杯少。谁知都打虎啊？打虎，下回喝，打虎，下回你敢喝你干嘛？你这16岁跟着那个小生怎么回事？不服啊？不服？演罗成的，一枪戳死你个老帮菜！好晕啊！慢一点。你等会儿。你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都没了。这可不嘛。不是，你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？你不是，那你怎么你也得给我留个一个半个呢？你说这人能别扒拉了。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到饭点不回来，什么都没有。那都喝成这样，就甭气他了。他不气我，他气谁呀？啊？他把我气死了，他好长命百岁。哎呀，他那是胡椒，看是吧？你谁气谁呀你啊？你现在脾气见长吧？你动不动摔门你就出去了，你哎呦我的天哪你！我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喝酒啊？我们是哥们儿。哥们儿。哎呦，我懒得跟你说，你根本就不懂这事儿。我睡觉了，我睡觉了，我得。哎呦，丽丽早点休息啊。你俩别动啊！来，钱。别照了，你赶紧的拿毛巾，你赶紧来给他一擦，臭烘烘。你给他擦，我给他拿被子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给我起来！睡觉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，这真是的哟！你等会儿来啊，我给他擦擦。哎呀，老头儿！哎呦，他那个手啊！哎呀，你爸爸他怎么会突然跟池海东在一起喝酒啊？我哪知道？你等他睡醒了再审他呗。我跟你说，你爸爸这个人警惕性可差了啊！池海东是为了接近你，所以才接近你爸爸的，他在打他的主意。反正我已经跟这人绝交了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爸爸的意志多薄弱啊！只要有酒喝，他马上就把人家当朋友。你真得当心点儿，离池海东远点儿。哦，您呐，着重看好我爸，让他别上阶级敌人的当，照顾好老罗吧。啊，不是，哎，你明天你打个电话给小刚，谢谢人家啊。知道啦。满脸的枣儿墩。律师啊，哎呦您好，你要大清早就打搅您了吧？哎，您别客气，您说。潘大爷从昨天晚上啊到今天也没吃饭，他小刚昨天晚上回来的特别的晚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就跟那个潘大爷吵架，吵得可厉害了。您是律师，您看看您能不能替潘大爷做主？啊，他想啊，让您现在马上把那个协议给解除了。于大妈，您放心，这个忙啊，我一定帮。那谢谢您了，池律师，我替着那个潘大爷谢谢您啊。您千万别客气。哎，好。他现在从我那儿辞职了，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短信他也不回。他去哪儿高就，我管不着。你给他带句话啊，如果他现在跟老爷子把这份协议解除了，我什么话都不说。如果他觉得凭这么一份抚养赠与协议他就稳操胜券了，我就真不信了。我给老爷子当律师，这官司我跟他打到底。我得让所有老年人知道，绝对不能签这种虎狼协议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他还想不想在这圈里混？他凭他学到的这些法律知识，啊，
欺负一个不懂法律常识的老人，他还做一个律师，他连人都不配做。就这些？对啊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带话呀？你正义啊！哼，慢走啊，不送。确保把话带到啊。你等等，我爸为什么会和你一块儿喝酒啊？为什么？我问你呢。我不知道呀。我下楼吃饭，你爸没带钱，那我就跟他一块儿吃呗。也许他想喝了，也许你妈不让他喝别的呗。我们喝得很开心。别怪我没警告过你啊！你别把我爸带回来。瞧你说的，怎么会呢？我跟你爸喝的真的很好啊。这个喝完以后啊，是你爸非要睡在我那张床上。看什么呀？干活去。你真不跟我去啊？我不去。你们那一天到晚的都是吵架，吵来吵去的，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天天去，你烦不烦呀？我不烦，我特高兴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看到人家吧愁眉苦脸的来，完了我一说和吧，人家兴高采烈的走，我特高兴，特有成就感。行，你成就你的啊。嗨，真不去啊？嗯。电视台管饭。哎呦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？我为一盒饭，我帮你拎箱子，我至于吗？电视台里想帮我拎箱子老头多着呢，差点都要打起。那你去找老头去吧。那我不管你了，我走了啊。那个冰箱里面有速冻水饺，还有那个剩菜剩饭什么的。哎呦，行了，一会儿老头等着急了。哦，那你送我下楼行吗？这点事儿弄得跟18相送似的，真是。赶紧的，我拎。我一下楼碰上老头怎么办啊？打呀！要不拿着这保险？不要，拿这个。你过来，让我走着行吗？你什么呀你？钥匙带了吗？带了哥。这水啊什么的都在这里啊！你回来的时候把这箱子收好了，别丢三落四的。不是，你真不去啊？不去不去，我看见那帮打架的，心里烦。你就想着东西别丢在这儿，丢三落四的啊！行嘞，师傅，谢谢你啊！阿姨上车。哎，谢谢谢谢啊，没事儿，您稍等一会儿就走了啊。哎，谢谢啊。大爷，给您量量血压吧。多少钱啊？不要钱，免费的。我们是长寿山庄保健中心的，我们山庄啊专门针对老年人提供保健、养老等服务。您看看这个，我们山庄体检是免费的，而且啊还给您提供免费的午餐。那你们挣什么钱啊？我们是做慈善的、义务的，要不您去我们那儿看看？远不远啊？不远，车接车送，一会儿啊再给您送回来。这车啊？啊，对。去就去，看看。走。大爷，哎，好好。好。大爷，看一下您的舌苔。大爷，您稍等一下啊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主任，
我这边有个病人，您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哎，好。就是我特严重吗？什么找主任？没事没事。那个大爷，您最近肚子有没有疼？肚子，好像是有点，这儿有点疼。是这儿？不是，要不就是这儿。对，反正是就这一块儿。大便怎么样？没注意啊，反正是忽干忽稀的吧。哦，最近还是干。小陈，哎，怎么了？带大爷去检查一下。哎，好，大爷这边来。大爷请。没事吧我？啊，没事。这边走。这边。这边。你说的是这块？对，这块还有这一块都是腹腔内有积水。都是。老先生，您看啊，我们这边给您的建议呢，是希望您能够到大医院再去检查一下，这样咱们就能方便确诊了。我这是不是特严重啊？我这个没有，您看我们也没跟您说您这个特别严重啊，不是？所以说让您到大医院再去确诊一下啊。那就这么着啊。成。哎，您听我跟您说啊。哎呦，大爷，您别着急啊。您慢。我是想跟您说啊，这甭管有什么事，您跟我直说行不行？老先生，您先别紧张啊。您现在这身体啊，就不能再这么猛起啊。您就一人来呢，那家属呢？我就是这意思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家属知道，您跟我一人说，行不行？